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陆军、空天军、海军谁来背锅？乌俄战争初期，俄军兵分四路，向基辅、赫尔松、哈尔科夫等方向发动全面进攻，并出动空降兵偷袭基辅后方的安东诺夫机场，目的很明确，速战速决。只是结果与俄罗斯想的完全不同，不仅没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自己掉入战争泥潭，战场上不断损兵折将，国内经济也接近崩盘。问题来了，乌俄战争打成这个样子，俄罗斯哪个军种的问题最大呢？先说结果，就火力军而言，这口锅需要俄罗斯空天军来背。陆军、海军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最起码出力了。空天军这边存在感太低，洗都没得洗。开战之初没能瘫痪乌克兰的指挥和防空体系，地面部队发动进攻时也无法为其提供空中掩护。战争初期，俄罗斯空天军效仿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战术，攻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和预警雷达，只是很明显没学透。首次打击仅出动了75架固定翼战机，加上精确武器的限制，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战果。空天军的王牌图95、图22、图160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俄罗斯丢失了唯一可以结束战争的机会，也就是安东诺夫机场争夺战。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第76空降师的4万名士兵从白俄罗斯通过直升机机降进入安东诺夫机场，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控制该机场。如果俄军可以控制这座位于基辅市中心西北方向大约25公里的机场，俄罗斯就能完成经典的中心开花战术，复刻布拉格之春，以及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的高光时刻。只是由于空天军的原因，机场争夺战俄军以失败告终。在战争初期，空天军没能瘫痪乌克兰的指挥和防空体系，这些空降士兵在进入机场后，很快就遇到乌军重火力的打击，火力不如对方，又没有空中支援，这些士兵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落地成盒。虽然在2月25日，俄军机械化部队与空降兵会合，并占领了机场，但已经没用了。乌军已经建立了基辅防线，此时等待俄罗斯地面部队的已经是乌克兰更为精锐的部队。夺取安东诺夫机场失败，俄罗斯想要通过夺取基辅，速战速决的战争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在基辅城外久攻不下的俄军部队，只能在3月25日撤出基辅郊外，更是在4月1日完全撤出霍斯托梅尔。之后，北约装备进入乌克兰，战争从俄军希望的闪电战变成最不希望的消耗战。在飞机出动架次上，空天军也有很多槽点。说实在的，空天军的飞机数量不算少。据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年统计，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前，空天军装备了2732架各类飞机。在最新的全球火力网上，空天军处于装备的飞机数量达到了2766架。但是根据俄军的数据，在乌俄战争第一年，空天军一共出动了14万架次，平均每天380架次。如果去掉直升机的出动架次，俄空天军固定翼战机也就一天出动200多架次。这还是开战初期的俄军，现在已经未必还有200了。根据空天军投掷滑翔炸弹的数据来看，在2014年11月之前，日出动100架次左右。进入12月之后，空天军战机后撤600公里，出动次数进一步缩减到2位数。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这和没什么区别。相比之下，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的战机在42天之内出动了大约 10.57 万架次，日军出动 2394.5 架次。在乌俄战场之上，空天军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俄罗斯空天军指挥体系、战术都有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经济而不断妥协的结果。从战力的角度考虑，空天军的作战特点一定程度上沿用了苏联时期的战术和战略。没办法，穷。在国家战略上，苏联解体之后，苏军原本基于战略防御与北约发生大规模攻防战的设想便不复存在。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战略都是基于同北约国家发生有限军事冲突准备的，也就是打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进入2010年之后，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又进行了几轮调整，变成了现在的现实遏制性战略，也就是主攻战略核力量，让对手经过权衡利益之后放弃对俄罗斯动手，常规力量反而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各位觉得俄罗斯空天军会重点发展什么？当然是保住图95MS、图160这些老家伙，顺带再通过技术考古复产，至于战机、攻击机之类的机型够用就行。战略上不重视就算了，经费又不是很多。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每年的军费也就600多亿美元，分给空天军的钱最多200亿美元，用来买新装备的钱就更少了。
装备都买不起，更别说改革。20世纪末期，伊万诺夫在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期间，打算将苏联空军原有的空军集团军、航空兵师和航空兵团3级体制改为航空兵基地和航空兵联队2级体制，结果遭到了反对。谢尔久科夫在进行改革时，准备将航空兵师和防空导弹师取消，合并为空天防御旅，依旧以失败告终。于是直到现在，俄罗斯空天军依旧延续苏联时代的体制。而苏联空军的特点就是专机专用，比如在对面攻击机型中，包括中型轰炸机、前线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强击机以及武装直升机，分别负责不同位置的打击任务。但是俄罗斯没钱维持这么多的机型，只能不断妥协，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太注重战机型，缺乏保障机型。在俄罗斯2011年到2020年的国家军备计划中，空天军买了500多架战术飞机，只买了2架图 214ON 和2架图 214R。俄罗斯2000多架战机中，即使是在2022年空天军还未遭受损失之前，预警机、电子战支援类飞机和加油机加起来不过53架。就电子干扰战机来看，俄罗斯一款都没有，全都是电子侦察、通信飞机兼职，比如1220M、1222PP、图 214R， 而且这些兼职飞机的数量也不多，实际使用时干本职工作都不够用。这就导致另一个问题，情报获取手段太少。从乌军无人机深入俄本土以及不断出现防空导弹误击己方战机的事情来看，空天军在雷达网建设上缺了不少东西。而且之前空天军在进行改革时，取消了原本配置在空防集团1级专门为前线轰炸机指引打击目标的独立侦察团，进一步降低了前线轰炸机的作战能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乌克兰这边有北约的情报支援，战争开始之前，美国与北约国家的各种电子侦察机、无人机就已经在乌克兰边境与黑海侦察。开战之后，更是不断向乌军提供信息。也正因如此 ，A50 预警机都被乌军干掉了3架。就火力军而言，俄罗斯空天军看起来很强，但作战体系就是一坨。在现代战争，单靠战机或者顶尖飞行员已经无法改变局势。一般情况下，需要预警机全天候维护空域控制，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机作战。电子战飞机则负责压制敌方的各类雷达或侦测设备。当然，不想这样做也可以，那就瘫痪对方全部的防空体系。很明显，空天军还是做不到。精确制导武器的数量不够多，可靠性也不行。乌俄战争刚开始，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的军事基地和雷达，但是在此期间，空天军的存在感几乎为零。绝大多数的攻击行动都是陆军和海军使用的巡航导弹以及短程弹道导弹完成的。空天军仅出动了75架战机，大多数的武器都没能击中目标，导弹失效率达到了60%，加上精度的问题，击中目标才不合理。这也是为什么在乌俄战争初期，苏34会一直使用 FAB500 无制导炸弹，在交了一笔学费之后，才开始频繁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当然，甩锅归甩锅，其他军种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只是锅比较小而已。对于俄罗斯陆军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乌克兰是本土作战，可以以逸待劳，而俄罗斯陆军就不行了。这点之前火力军也聊过。谢尔久科夫改革之后，俄罗斯陆军从大规模战争转型成以职业兵为中心，在核保护伞下执行干涉作战的军队。俄军现在的基本战术单位是营级战斗群，一般下辖一个机步营、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连，外加侦察、支援、后勤分队，编制人数在1200人左右。小规模作战还行，但是遇到真正的大规模战役就有些拉胯了。在乌俄战争中，营级战斗群面对乌军以城市为依托的据点时，攻坚能力严重不足，加上后勤无法保障，打成现在这个样子，火力军并不觉得奇怪。另一边，俄罗斯导弹部队也要背一部分锅。由于中导条约，中程弹道导弹的数量严重不足，以至于在乌俄战争初期，乌克兰撑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至于海军，火力军只能说黑海舰队就别背锅了，毕竟现在都已经成为残废，再追究责任就不太近人情了。总的来说，在乌俄战争中，俄军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空天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初期丢失战机，战争中期无法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到现在苏34更是直接后撤600公里，每天仅敷衍的出动几十架次。不过说到底，俄罗斯空天军当前的战略本身不适合这种大规模作战，仅依靠地面指挥系统与战机自带的雷达进行本土作战。12月19日，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巴勒斯坦2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回应，以色列空军出动14架战斗机，跨境2000公里，直奔也门，对其首都萨那和沿海地带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导致胡塞武装拥有的所有3个港口，即荷台达港、萨利夫港、
和拉斯伊萨港全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萨那的2座中央发电站也被重创，全市夜间陷入停电状态。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在哈马斯和真主党之后，胡塞武装将成为该国的首要打击目标。至于后续会如何进攻，目前尚有待观察。有消息称，由于胡塞武装距离以色列较远，以色列大概率不会频繁发动大规模攻势，最大的可能就是采取让领导先走的策略，即定点清除胡塞武装的8个领导人。而且，据24媒体报道，摩萨德已为此制定了相关计划，以配合该国最近的空袭行动。值得一提的是，让领导先走这一策略，以色列曾多次用于在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战斗中，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看看这2个组织如今的遭遇，就能感受到这一策略的强悍。然而，即便如此，胡塞武装仍然强调将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支持哈马斯在加沙的战斗，除非以色列解除封锁并撤出加沙，否则不会停止袭击。那么，胡塞武装为何会有如此底气呢？首先是兵力方面，据联合国安理会此前报告，估计胡塞武装正式作战部队有 7.5 万人，再加上一些非正式成员，规模可能在10万到12万之间。而据欧洲国家情报部门披露的信息，则显示该组织约有20万武装人员，且队伍训练有素，非常擅长在干旱地区和山区作战。此外，还有一些评估认为，胡塞武装拥有80万大军，其中有几十万是可以随时拿起武器作战的民兵。其次是装备方面，胡塞武装在媒体上的形象经常是穿着拖鞋，拿着 AK-47 步枪或 RPG-7 火箭筒，因此又被外界调侃为拖鞋军，但其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已完全达到正规军的水平。例如在陆军方面，轻武器配有 AK 系列步枪、RPG 系列火箭弹、迫击炮和反坦克导弹；重武器则拥有2000辆 T55、T62 和 T80BV 等坦克装甲车，如果算上各式武装皮卡和卡车，数量甚至超过4000辆。此外，还有多种类型导弹，例如 Brokan 系列弹道导弹，该系列导弹由飞毛腿和起义导弹改进，其中布劳克看2的射程达到了1400公里，布劳克看3的射程大约2000公里，亦或是中远程巡航导弹。胡塞武装曾展示过圣城系列巡航导弹，该系列导弹借鉴了伊朗导弹的技术，外形又类似于战斧巡航导弹，其射程在600至2000公里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价格高昂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才是胡塞武装手中的杀手锏。其曾多次公开展示见证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的航程在600至2000公里，命中精度在50米以内，威力低于巡航导弹，但胜在整体价格低廉，集群攻击也能造成不小的威胁。若配合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效果会进一步提升。在海军方面，主要装备有武装渔船、冲锋艇、自杀式快艇，以及多种类型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射程可能超过600公里的圣城 Z0 反舰巡航导弹和射程约300公里的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在空军方面，装备有米格21、米格29、苏 -22 等主力战机，以及米17、米14、米24等直升机。最后是战斗经验方面，胡塞武装经历过长期内战，且还曾与沙特联军作战，已积累了大量对付先进武器的经验和战术。因此，整体来看，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还不错。不过，考虑到以色列和胡塞武装距离较远，大概率不会出现陆兵短兵相接的局面，可能存在的就是战机空袭以及无人机远程导弹互射。这也就意味着胡塞武装最强大的陆军在以色列面前将毫无用武之地。而在远程打击能力上，胡塞武装则远不及以色列。因此，如果是1对1的情况，胡塞武装和以色列孰强孰弱，想必大家已有答案。但考虑到胡塞武装并非单兵作战，其作为由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的主要成员之一，在真主党哈马斯重创、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朗对其的援助可能会更大。因此，以色列仍需防范来自伊朗的威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签署了一项反无人机新战略，具体内容分为5项：一是提高部队探测、跟踪无人机的能力；二是发起针对性行动以应对无人机威胁；三是将反无人机防御作为部队训练的核心部分；四是提供更多应对无人机的解决方案，包括快速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优先提供资金等；五是设计对抗无人机的新型部队。实际上，自2019年起，美军就开始执行各种反无人机项目，并研发出了多种针对性武器。例如，单兵手持武器方面，美军研发有智能射手瞄具，该装备采用数字化火控系统，可搭配普通步枪锁定并精准会瘫无人机。
传统防空武器方面，美军对斯特莱克装甲车进行改装，使其配备一门30毫米口径机关炮、一挺7.62毫米口径机枪、4枚毒刺导弹，并搭配车载 S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同时跟踪超过100个目标。定向能武器方面，今年5月，代号女武神的高能激光系统已交付美陆军。该系统配备300千瓦高能激光发射器，最大射程达20公里。莱奥尼达斯反无人机高功率微波系统目前也在测试当中，该系统每秒可发射数千次电磁脉冲波束，能有效打击无人机蜂群。此外，美军也把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了反无人机系统中，例如在美陆军前沿区域防空系统中，先进战斗管理器的人工智能只需0.25秒便能完成作战决策，并实时自主选择最合适的武器拦截无人机，要比人力更加效率。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捷克与莱茵金属公司签约，将增购14辆升级版豹2A4坦克以及所需的弹药、后勤与技术支持等，总价值约1.69亿美元，预计在2026年交付。据悉，这批坦克将使用瑞士现有库存，并依据捷克需求为其量身改造。在进行增购之后，捷克陆军中的豹2A4坦克总数将达到42辆，且该国陆军第7机步旅旗下的第73装甲营在换装完豹2A4坦克后，将会把之前的 T72M4 坦克移交给乌军使用，使其能够更好地抵御俄罗斯入侵。据突破防卫报道，为加强该国的防御力度，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签署一项新合约，将采购3架 MQ-9B 无人机、2座地面控制站以及3年的后勤服务，总价值约3.1亿美元，预计于2027年第一季度完成交付。据悉，这是波兰首次采购 MQ-9B 无人机，其将配备光电承载和合成孔径雷达，以提升波兰军队的图像情报和讯号情报能力。同时，其还具备依靠卫星通讯控制的自动起降功能，并可在未画设空域中运行。此外，由于该国于去年2月以7060万美元的价格向通用原子公司租赁过 MQ-9A 无人机，因此已积累到足够的操作经验。除波兰外，立陶宛也在加强国防。据美国国防新闻报道，立陶宛新任国防部长多维勒·萨卡利埃内首度访问德国，并与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签署了一项新合约，采购44辆豹2A8坦克。该项目将与立陶宛此前向瑞典采购的新型 CV90 战车项目一起进行。待其接收后，立陶宛将成为该型坦克的第23个使用国。此外，德国还表示，明年将会向立陶宛派遣1支4800人的重装旅，以强化北约东翼边防，防止俄罗斯继续西扩。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驻扎在日本的美国陆战队已开始部分仪式关岛。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驻扎在日本，其中大部分都位于冲绳。而早在2012年，美日就达成协议，计划将目前驻扎在冲绳的约19000名美国陆战队士兵中安排9000人移出冲绳，其中约4000人将分阶段抵达关岛。至于下一阶段移防的规模和时间等细节，目前尚未公布。除驻日陆战队移师关岛外，日本还为关岛美军基地的基础建设支付了高达28亿美元的费用，其余费用则由美国政府承担。此外，美国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关岛进行联合训练，而且两国政府也将持续合作开发布拉兹营，以作为驻关岛陆战队的主要基地。据粤通社报道，在该国2024年国际防务展上，展出了一款新型飞机，代号为 TP150。据悉，这架飞机由意大利和越南合资研发，其中意大利负责设计，而越南则负责制造。此外，由于 TP150 的发动机、螺旋桨和电子元件来自欧洲国家，而其余的结构元件，包括机身、机翼和起落架等配件，都由越南本土制造组装。因此，这也算是越南首架本土制造的飞机。Wherever 有一台150马力的发动机，还有一个辅助油箱，能以近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6.5小时，并执行复杂的特技飞行和编队展示。当配备红外摄像机和合成孔径雷达等设备时，还可执行边境巡逻或海岸监视任务。未来将成为该国部队的基本训练和巡逻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空天军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